假如未来的某一天，中国歼20战机和美国的 F2战机在空中上演一场巅峰对决，如果歼20被 F2雷达锁定，那么歼20能够及时发现，并且从 F2战机的魔掌之下逃出升天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军事专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答。想要搞清楚歼20如何才能及时发现被锁定的奥秘，我们还得从其装备的先进探测设备说起。首先，歼20战机肯定配备了雷达接收装置，这种装置可以通过接受雷达波的方式来确定是否被雷达发现。一般情况，地面的探测雷达都是朝着360度范围全向探测，战斗机的机载雷达的探测范围大概在90度至120度范围之间，这就造成了它们需要旋转角度，增加雷达探测范围以搜索目标。因此，此时歼20接受到的雷达波信号是有时间间断的，说明敌方雷达正在搜索，并未发现歼20的踪影，亦或是歼20的雷达信号在敌方雷达的显示下不太清楚，仅能知道前方有飞机，具体位置无法确定。那么如果是歼20的雷达接受装置一直告警受到雷达波不间断的照射，那么歼20就已经被雷达锁定了。因为雷达要想持续获取歼20位置，那么就会把雷达的正面一直对准歼20，以便锁定目标。那么 F2 锁定歼20后，就会立马发射导弹。F2 一般装备的是 AIM-120D 型主动雷达导引中距空空导弹。这种导弹根据 F2 导弹的机载雷达提供的目标，飞向大致歼20战机的大致方向。到达一定距离时 ，AIM-120D 空空导弹导引头雷达开机，搜索歼20具体方位。那么歼20基本上接下来就要被 F2 发射导弹攻击了。歼20有2种方法知道敌方导弹来袭时的距离和方向。第一种就是最基本的红外感应，空空导弹由发动机进行驱动，而发动机工作爆发出的尾焰和烟迹会显示出非常强烈的红外信号。安装在飞机上的小型探测设备会及时地捕捉这些信号，并且实时测算导弹的方位距离，并及时反馈给飞行员。这种设备基本上分为2种，一般是设计时飞机就已经自带了这种装备，这是先进战机标配。那么老式战机在设计时，这么先进的探测设备尚未问世。那么现在要使其拥有探测设备，就可以用机载吊舱的方式携带红外感应系统执行任务。这些系统基本上都是实时警告的，可以根据目标导弹的威胁做出相应的措施。现在世界不少现役先进战机都内置了红外感应系统。第二种就是在机翼上装载小型雷达，基本上能够覆盖全方位，可以远距离探测导弹。这种探测方式要比红外感应系统准确一些，可以通过导弹的雷达波反射测算出导弹的方位、速度和距离。但是这种设备也是个双刃剑，尤其是隐形战机之间的对决，打开雷达搜索容易被敌方发现其信号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隐形战机执行隐蔽任务完全不开启雷达，而使用 IRTS 和 ETOS 的原因之一。结合以上2点，我们可以获知，歼20从被发现、锁定到敌方发射导弹的距离方位都知道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。那么接下来歼20要进行规避了，那么歼20能否规避 F2 的攻击呢？我们接着往下分析。专家认为有2种方式规避，一种就是机身自带的干扰系统，这也是现代战机的标准装备。这种干扰系统叫做诱饵弹。目前空空导弹有主动雷达导引和红外空空导弹2种。针对主动雷达导引的来袭空空导弹，就投掷箔条。箔条是一种由金属介质制作的干扰武器，可以有效地干扰敌方导弹的雷达，使其偏离正确目标而射向诱饵。针对红外导引头的空空导弹，就投掷热焰弹，用数个高红外目标对红外导弹的导引头进行诱骗。但是这是理论上的，现在尤其是先进空空导弹的服役会自动识别真假目标，如美国 AIM-9X 导弹，它甚至能红外成像，这就导致干扰弹在它面前根本任何作用。第二种就是利用飞机的高机动性甩掉导弹，这个只是理论上的，
以前趁着空空导弹技术不成熟的时候，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动甩掉尾随的空空导弹的。但是空空导弹在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，而战斗机的机动性能却没有像空空导弹那样有着质的改变。主要还是因为人体机能限制，飞行员如果做出高过载大机动，会导致眩晕、昏迷、黑视的危险状态。因此一般的飞机最大过载也就在8到9 G 之间，而空空导弹的过载从原来的10几个 G 增加到现在的40至70个 G， 那么其结果就是导弹要比飞机灵活。这也就意味着用机动的方式躲避导弹的成功几率是非常低的。综合以上2种因素，我们就能够知道，歼20战机一旦被锁定，基本上逃脱的机会是渺茫的。因此，如果想要战斗机获得更好的反制能力，就得发展激光武器吊舱。美国目前已经开始了生产工作，其原理就是用高能的激光束毁伤来袭导弹。